高达世界中不起眼的机枪、加农炮放现代是个什么水平？在高达剧中，自 RX-78 元祖高达登场那一刻起，无论是他手持的光束步枪的表现，还是他在扎古豆豆枪中搓澡的画面，都给人一种扎古豆豆枪能干啥呀的感觉。可这些用高科技打造出来的人形机甲，手中的武器真的那么弱鸡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就拿扎古手里这个豆豆枪来说吧，之前我们提到过，由于米诺夫斯基博士的叛逃，吉翁这边光束武器小型化遇到了一些小障碍。为了能尽快让 MS 装备上武器，开发重点就移到了相对技术比较成熟的实弹武器上。而18米高的巨人该配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呢？参考人类手持武器的比例，扎古的机枪口径应该在90到120毫米左右。那么这个口径放到现实世界中，就已经跟美国的主战坦克 M1A1 的主炮一个级别了。如果把坦克炮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，虽然口径和威力差不多，但射速实在是太慢了，根本达不到机枪的标准。那么直接端一个大口径的机炮可不可以呢？按照0079作画时世界武器的标准，实用化的大口径机炮也就60毫米左右，远远达不到巨型机器人所需要的火力要求。单纯的加大口径只会造出一个超级重的大型机炮，根本无法当做 MS 的便携武器，那就只能让制作组现编，不是让研发团队抓紧手搓一个适合 MS 的机枪了。说白了不就是想要一个可以连发、重量比较轻的大口径机炮吗？问题的难点就是如何解决重量与射速之间的平衡。于是吉翁公国抛弃了传统的瓦斯压力附近结构，转而采用电力驱动。于是扎古1用的105口径机枪就诞生了。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迭代到了扎古2上最常见的豆豆枪120毫米扎古机枪。经常有人吐槽这个口径怎么说都得是炮吧，那是以人类的身高比例做参照，放到扎古这个体型下，它就是枪。该机枪的射速能够达到280发每分钟，在地面的有效射程为4200米。作为对比M1A1 坦克主炮每分钟只能打6到10发炮弹，射程在3500米左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除了口径、射速、射距的综合性能都比较优秀以外，扎古机枪还支持穿甲高爆弹和榴弹等各式弹种，这下子泛用性也一下上来了。而装弹量方面，扎古的机枪也是有100到145发的水平。别小瞧这个装弹量这么小一个圆盘能装下100来发120毫米口径的炮弹，想想还是挺恐怖的关于这一点，官方也给出过机枪内部的透视图，试图圆一下设定。而机设师也有自己的看法，要说合理还是这个背部供弹的要合理一些。这里也放上一些其他 MS 的武器参数，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。总的来说这些 MS 机枪口径基本能达到坦克主炮的水准，射速更是远超现实世界中同口径下的武器，射距也是比较够用，放在现实世界中绝对是逆天的存在。可是在高达剧中它也只能给元祖拿来搓澡。当然了，说是搓澡，其实这个口径的子弹打在元祖身上，就说破不了防，造成的震荡杀伤也是相当可观的。要是在驾驶舱周围落上几发，估计阿姆罗当时就得翻白眼了。而且说到这里，相信很多人都想让我提一嘴高达的火神炮了吧？没错，高达的火神炮虽然不起眼，但它的科技也是挺逆天的。像联邦标准的 RX 系所使用的火神炮，口径为60毫米，装弹数600发，而这600发也基本上是1分钟不到就能打完。对比下现实世界中的 AK176M 舰炮，它的口径为76毫米，射速是120发每分钟，个头还要这么大。你再看看高达头部那火神炮才用了多大点地方，这还不出这600枚炮弹要放哪儿呢？这还没完大多数火神炮使用的还是无壳弹，这就避免了在头部还需要追加抛壳的结构。虽然 MS 一般只是拿火神炮来拦截导弹，但实际上杀伤力还是相当可以的，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也能够给敌人造成有效的杀伤。更别提独角兽开启 NTD 以后还能打光束，那更是逆天然后再来说说加农炮，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陆战高达手里那把了吧。它的参数我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，只知道口径是180毫米，这个大小已经超出了轻型巡洋舰主炮的水准，基本算是摸到了重型巡洋舰主炮的门槛了。结合剧中的表现，咱们可以称之为开山炮了。虽然这种火炮放在现代军事中也是比较常见，可是陆战高达那个加农炮它不但可以手持，后坐力小，甚至还支持现场组装。要知道巡洋舰上的舰炮都是这个造型的，主要就是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必须要非常稳固的底座才能够稳住炮口。而陆高的这门加农炮不但实现了装备的模块化，这后坐力也不过只是需要高达跪下而已，这个反后坐力科技也是相当先进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